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娱乐圈却传来震撼消息，一位被称为国风美男的年轻演员，竟在自家公寓坠楼身亡。消息一经爆出，瞬间引爆网络，粉丝无法接受，媒体蜂拥而至。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偶像，怎么会突然殒命？到底是意外，亦或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警方赶到现场时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横沉在地上的年轻身影。周围人群议论纷纷，目光既惊恐又复杂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在坠落点附近有一些凌乱的痕迹，并非单纯的意外所致。气氛凝重，笼罩着一层说不清的压抑。坠楼事件往往会被先行定性为意外或轻生，但随着调查深入，越来越多细节浮现。邻居称并未听到争吵，但却听见玻璃破裂的声音。朋友透露，前一天他心情不错，没有任何异常。这一切使得自杀说法显得站不住脚，疑点正在不断堆叠。在窗台与阳台护栏位置，警方采集到几枚并非死者本人的手印。更诡异的是，那些手印呈现用力推压的痕迹，仿佛有人曾用力压制过它。若真如此，这起案件便不再是单纯的坠楼，而是涉及人为因素的谋杀。最耐人寻味的是死者几位朋友的反应。他们在警局接受问询时，有的人支支吾吾，有的人刻意回避眼神，甚至在守灵现场，也有人频频低头，神情慌乱。究竟是悲伤过度，还是心怀隐情？这份慌张成为外界猜测的焦点。据爆料，坠楼前一晚，死者曾与几位圈内好友聚会。照片显示，他依旧笑容灿烂，举杯畅谈毫无异样。但令人后背发凉的是，监控画面却拍到他与某人激烈争论，随后镜头消失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段空白成了真相的关键拼图。随着更多细节曝光，网络舆论逐渐分裂。一部分人坚信他是遭遇谋害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自我选择。大量网友扒出朋友们的社交动态，发现有人在事发前后删除过动态。细节一旦被放大，便显得格外可疑。真相似乎愈发扑朔迷离。面对铺天盖地的猜测，警方保持极度低调，仅表示正在调查中。这种暧昧态度反而引发更多遐想，是否有难以公开的内幕？是否涉及更大的利益链？外界渴望答案，但得到的只有沉默，沉默中暗藏着深不可测的涌动。死者生前是一位拥有庞大粉丝群的演员，他的离世引发大规模悼念。粉丝们痛哭流涕，在社交平台上点亮蜡烛，甚至自发前往事发的献花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不断向警方施压，要求彻查到底，给他一个公正的交代。这场粉丝行动逐渐演变成一股舆论力量。有媒体深挖发现，死者近期与经纪公司存在矛盾，涉及合约解约与巨额赔偿。他的死是否与经济利益相关？若牵扯到金钱，便意味着可能有人因失利而铤而走险。真相的背后，或许是一场充满利益算计的较量。娱乐圈并非表面上的光鲜亮丽，它背后有复杂的人际与规则。有人猜测，死者因拒绝某些潜规则而得罪人，才遭遇不测。虽然这种说法缺乏证据，但却让人心头发凉。毕竟，在无数绯闻与丑闻中，多少真相被掩埋。死者的父母在事后极少发声，仅通过律师表示相信警方。这种沉默看似理智，却让人觉得心如刀割。有人怀疑，他们是否承受了外界无法想象的压力，亦或是掌握了不便公开的事实。家属的克制让整个事件更添神秘。死者最后一次发文，内容模糊，似乎暗示信任被背叛。这条信息如今被无限放大，人们开始重新解读其中的字眼。难道他早已预感到危险？还是对某人发出的无声控诉？社交媒体成了追寻真相的另一条线索。几位在场的朋友口供中出现诸多不一致，有人说他独自离开，有人说见到他与人激烈争吵。这些矛盾的证言恰恰暴露出问题。究竟谁在说谎？
谁又在刻意隐瞒？这些破绽成为侦破的关键突破口。有知情人称，在坠楼前的公寓大楼附近，曾看见一位陌生男子徘徊。他身份不明，出现又消失无踪。若此人确实存在，那么他与死者之死之间是否有着直接联系？这一目击像一块石头投进湖面，激起更大的漩涡。每一次疑点的揭露，都像拨开一层迷雾。但越深入，越发现背后可能牵扯的不仅是个人纠纷，而是一个庞大的利益与权力网络。真相也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冰山下的惊涛骇浪。事件持续发酵，公众要求彻查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无论真相如何，社会舆论已无法再容忍草草结案。人们不仅为逝者讨公道，更是在为公平与正义呐喊。这已不再是单一案件，而是一场关乎信任的考验。至今，案件仍在调查，真相迟迟未明。手印、朋友的慌乱、死前的争吵，这些线索像散落的拼图，等待被拼合。观众与粉丝的心情始终悬着，我们需要答案，需要一个能告慰死者的结果。但这谜团或许还将延续很久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起事件让人唏嘘不已，也让我们意识到娱乐圈的背后并非只有光鲜亮丽。真相也许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希望逝者安息，希望真相早日水落石出。案件进入第19天，舆论与司法像两股不可调和的力量同时发力。社交平台上，网友不断拼凑碎片证据，放大每一张照片、每一句话，而司法机关则在法定程序中步步推进，采集指纹、调取监控、比对通话与定位记录。社交媒体的热情能推动真相浮出水面，也可能制造误导证据。特别是那几枚可疑手印，一旦进入法医鉴定流程，就需要严格的证据链保全和专家出具结论，否则任何公开宣称都可能构成诽谤或妨碍侦查。与此同时，死者好友的口供差异、出入时间的不一致与手机定位记录的微妙偏差，成为侦查人员重点比对的线索。侦查并非侦探小说中的直线推进，而是由大量看似琐碎的证据通过科学方法串联成网。公众的呼声促使警方提高透明度，但过度公开又可能破坏证据链，造成二次伤害。法律与舆论之间需要一种谨慎且负责任的平衡，既不放任谣言四起，也要保障案件依法、科学的推进。此外，随着案件热度升温，律师与民间调查者相继登场。律师通过法律程序争取证据保全与信息披露，民间调查者则凭社媒线索拼凑时间线，检索公开资料。两者都可能为侦查提供参考，但也可能因为方法不当引发法律与伦理问题。此刻最重要的是，媒体与公众在监督时应以疑似正在调查为前提，避免把未经核实的信息当作结论传播。唯有依法严谨的鉴定与审查，才能把纷繁猜测逐步转为可验证的事实，从而还原事件的真实脉络。随着调查进入关键时期，几种可能的结局被认真考虑，警方或将依法立案侦查，检方提请起诉，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难以定性，最终认定为意外或轻生。无论结局如何，公众都会面对一面镜子，我们如何对待名人，如何划定舆论与证据的界限，如何在情感与理性间找到平衡。案件暴露的并非单一悲剧，而是行业生态的脆弱、经济体系的压力、权钱与利益纠葛、粉圈行为容易极端化，以及传媒为流量牺牲核实的倾向。若司法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，社会信任将进一步受损。更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制度与社会机制，如何在保护当事人隐私与家属权益的同时，保证调查透明与依法追责。如何在突发事件中快速部署心理干预，为涉事人员与家属提供专业援助。如何完善经纪公司与工作现场的劳动保障，建立独立的受害人保护与第三方监督机制。公众的关注应转化为建设性的制度改革建议，而非简单的情绪宣泄。
此外，媒体与自媒体也应承担责任，避免在未核实的情况下放大全景式推断，尊重法治程序，防止因炒作而导致证据受损或他人名誉遭到不可逆的伤害。最终，无论真相如何揭晓，社会需要的不是短期的愤怒，而是长期的制度改进与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。让法律与证据去做判断，让冷静与理性成为公众参与追求正义的新常态。